床垫、被子、久睡，螨虫成堆。教你简单去除方法，不用洗不用晒，干净又杀菌，方法太实用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俗话说得好，被子若是3天不晾晒，上百万螨虫跟你一起睡。被子是生活中很重要的物品，但由于长时间居住，肯定会出现大量的螨虫。再加上有的人喜欢盖厚被子，慢慢就会滋生细菌和螨虫了。关于螨虫对我们的危害，相信大家多少都有些了解。在生活中，很多区域都出现着大量螨虫，基本上每颗尘埃和灰尘就会有上万只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因为家里面的尘螨和细菌太多而导致的。特别是卧室中的螨虫，这里是最严重的地方，而被子和床垫上可能存活上千万螨虫。有研究表明，我们平时盖的被褥中存在3000万尘螨，它们主要以皮屑、油脂为主，而且螨虫繁殖的速度非常快。原来螨虫怕的不是暴晒，那我们要是想要高效的去除螨虫的话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只要用香葱煮1锅水，然后将这些水凉了之后装在喷雾瓶里面，就能起到赶跑这些螨虫的效果了。香葱是大葱的一种，葱是辣的，而这个辣又会刺激到螨虫，因此很多人家里经常会用葱水来喷床，效果也特别的不错。香葱也是无毒的，喷在床上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，因此用香葱水来喷床是安全的。制作香葱水的方法就是抽一小把香葱，剪成5-6段，然后放入锅中煮沸，等水凉下来之后，将水倒出来，装在瓶子里就可以喷床了。喷床的时候，只需要将香葱水喷在床褥的一侧，然后将床垫翻过来，在另一侧喷葱水，或者直接将床垫翻过来喷一侧都可以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您动动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喷完一侧之后，等半小时，让香葱水在床褥上干，再翻过来喷另一侧。这样做就能让螨虫跑光光了。香葱水还有清洁气味的效果，所以在喷完床褥之后，整个卧室都会有一股葱香味，淡淡的很清新。茶叶和橘子皮这2样东西，平时咱们都是吃完就扔的，其实它们还有个大用处，除异味。茶叶和橘子皮都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，能把被子上的异味给吸走。你只需要把干茶叶或者晒干的橘子皮放在被子上，让它们静静地待上一段时间，就能把异味给除掉了。不过，得提醒大家一下，茶叶和橘子皮的颜色可能会沾染在浅色被子上，所以你要是有个浅色被子，最好还是别用这个方法了。这改善生活习惯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得从点滴做起，慢慢来。比如咱们可以每天开窗通风，让室内空气流通起来，这样不仅能减少细菌、螨虫的滋生，还能让咱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还有，咱们可以定期晾晒被子，让被子接受一下阳光的洗礼。使用除湿设备，在潮湿的季节，室内湿度往往较高，这是螨虫滋生的最佳条件之一。可以购买一台除湿机，放置在卧室内，定期使用，将室内的湿气吸走。这样不仅可以防止床上螨虫的滋生，还能提高室内的舒适度。晒太阳真的能够杀死螨虫吗？开始使用晒太阳的方法后，我们发现宝宝的过敏症状并没有明显好转，这引起了我的疑惑。经过进一步调查和咨询专业人士，
我发现晒太阳并不能彻底杀死螨虫的。床褥、被褥等物品在晾晒的过程中，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的处理，螨虫很快就会再次滋生。螨虫的繁殖速度非常快，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够重新占据宝宝的床品。太阳的紫外线辐射可能并不能完全穿透到床褥、被子等深层的地方。螨虫多生活在床褥、被子的深处，晒太阳只能照射表面的螨虫，并不能很好的去除深层的螨虫。我们先来说一说螨虫出现的原因。其实螨虫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，无论是枕头、被罩还是床单、被褥以及毛巾上都会产生大量的螨虫。这些螨虫都是因为空气潮湿，或者我们经常使用这些物品时滋生的细菌所形成的。尤其是很多人从来不清洁床单被罩，也不拿出去晾晒，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螨虫聚在一起，扎堆严重，还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。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十分焦虑，因为自己总是掉头发。但是掉头发除了压力大以及熬夜等原因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螨虫侵袭。也有一部分人平时并没有什么接触什么过敏的物品，但是身上总是长小痘痘，尤其是后背以及脸部。皮肤如果经常长痘，那么你的毛巾和被褥一定要经常更换，要不然的话就会越来越严重。螨虫是一种微小的节肢动物，被人们普遍称为床螨。像家里一些常见的螨虫有尘螨、蠕形螨和疥螨等。它们主要以人和动物的皮屑、头发等为食，往往寄生于我们的居住环境中，特别是床上、家具、地毯等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。螨虫对我们和小孩的健康有哪些危害？螨虫的存在会对我们和宝宝的健康造成不小的危害。螨虫的尸体和一些排泄物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，可能会导致过敏性鼻炎、皮肤瘙痒、红疹等过敏症状。其次，螨虫排泄的粪便中含有过敏原，不仅引起呼吸道过敏，还可诱发哮喘。此外，螨虫还会使我们和宝宝的皮肤变干、瘙痒，甚至导致头发脱落等。通过以上措施，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螨虫在家中的滋生。对于有宝宝的家庭来说，螨虫的存在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。从我个人的经历中，我深切地体会到了螨虫带来的健康问题。通过了解螨虫的危害，寻找滋生地点，并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，我们可以有效地消除螨虫的困扰。要想防止螨虫滋生，不能仅仅用喷香葱水这一个办法，还需要配合一些其他的措施，比如定时清洗床上用品，定期晒床垫，保持卧室通风干燥等等。只有这样齐抓共管，才能保证房间不再有螨虫。我们还应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保持整个居室的清洁和干燥。这样既可以远离床上螨虫的困扰，也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